碰见老朋友了。什么老朋友？我丈夫。哦，原来你丈夫是开计程车的，早知道就让他送我们去旅馆了。恭喜你在手机电量待期的时候刷到这部血腥猎奇、异形元素拉满的邵氏重口味降头片。片中活人与死人的结合，孕育出魔胎的重鬼术，成为无数80、90的童年阴影。故事要从7月14这晚说起。出租车司机周通在路上突然撞到一个人，他急忙下车检查，但车下却什么也没有，心想真是见鬼了。周通不敢停下来，赶紧上车离开了这个地方。还没开多远，身后传来一阵笑声，被撞的男人竟然出现在后座。这名男子声称自己是巫师，刚才用了一种巫术，他还让周通送自己回家。周通虽然很生气，但还是好心的把巫师送回家。但是接下来巫师的话让他很不舒服。你知道吗？撞破了巫术是很不吉利的，运气好就大病一场，运气不好就会家破人亡。不信，有事发生的时候你就信了。周通根本不信，还以为遇到了江湖骗子，但他不知道厄运已经降临在他身上。周通有一位美丽的妻子艾琳，是赌场的发牌荷官。这一天，艾琳去上班时遇到了从赌场出来的方明。方明被艾琳的外表所吸引，再次走进赌场，并在赌桌上公关艾琳。如果不是见到你，我也不会回来赌这两把。艾琳也被帅气多金的方明所吸引。起初艾琳还坚守本心，知道自己是个已婚妇女，但在方明连续几个月的金钱和奢侈品攻势下，艾琳最终被拿下。两人来到一家高档餐厅约会，刚要坐下，方明就发现了不对劲，自己的妻子居然也在这里。方明立刻带着艾琳换了个地方，为了能够玩得开心，方明更是欺骗妻子。不是说你先生来接你吗？怎么那么晚还不来啊？他不会来的了，他约了海豚会的一班人，明天早上去潜水，今晚还不养足精神。就在两人玩得开心时，碰巧遇到了送客人的周通。幸运的是，艾琳反应很快，躺在座位上。方明对着一旁的周通微微一笑，等走远后开始调侃艾琳。碰见老朋友了。什么老朋友？我丈夫。哦，原来你丈夫是开计程车的，早知道就让他送我们去旅馆了。经过几个月的相处，艾琳越来越不喜欢穷司机周通，于是便提出要和方明结婚的想法。可方明一开始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，让艾琳不要那么认真。艾琳愤怒地下了车，打电话给周通，让他过来接自己。周通连客人都不拉，赶紧开车去接老婆。可就在他等待的这几分钟，意外发生了。两个小混混盯上了艾琳，那人想把艾琳抱上车，结果被他挣脱了。艾琳慌慌张张地跑进一栋废弃的别墅，两个小混混开车跟着他。艾琳躲在2楼角落里，当小混混去3楼寻找时，他想偷偷溜走，结果他们从楼上跳了下来，把艾琳按在地上，然后两人开始折磨艾琳。艾琳想要再次逃走，可在推搡中，小混混失手把她从天台上推了下来。另一边，周通在电话亭等了很久，没有看到艾琳，所以他开车去附近寻找，碰巧遇到了2个慌乱逃跑的小混混。看到他们惊慌失措，周通就记下了他们的车牌号。出于好奇心，他也来到废旧别墅，想要看看小混混为什么这么惊慌。可周通转了一圈，发现这里连个鬼影也没有，于是周通准备开车去别的地方找。没想到轮胎被地上的钉子刺破了，周通不得不下车换备胎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奇怪的场景发生了，备胎发出了绿光，在神秘力量的控制下向别墅深处滚去。周通一路跟着备胎来到一个角落，当他准备弯腰捡备胎时，他觉得脖子上滴上了什么东西。周通十分疑惑地抬起头，发现他可怜的妻子已经惨死。报警后，警察也找不到线索，因为艾琳的死亡地点如此偏远。警方调查得知艾琳在外面有人，警方有理由怀疑周通故意报警后杀害了艾琳。很快，方明被传唤到警察局。方明承认自己与艾琳的关系，但他有不在场的证据。这时，周通想起了昨晚的红色跑车，因为周通记得车牌。警察把2个小混混带回了警察局，两人坚持他们只是路过。警察找不到证据，不得不放走他们。周通不得不先埋葬艾琳，并发誓要找到凶手。另一边，2个小混混见周通认出自己，打算斩草除根，除掉周通，但他们低估了周通的武力，2打1反而被周通打得鼻青脸肿。当他们来到警察局时，2个小混混反倒恶人先告状。直到这一刻，周通才想起了巫师说的话：撞破了巫术，运气不好就会家破人亡，这些事你不能不信。无可奈何的周通来到巫师家，恳求他帮助自己报仇。巫师却劝他：你虽然救过我，但是我没办法帮你，你的情形就是破念巴吉，什么？就是命中注定，谁也救不了你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周通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他想到2个小混混可以偷袭他，他也可以偷袭罪魁祸首方明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方明也是一个练家子，他不仅被方明狠狠打了一顿，还用棒球棒打断了他的腿。周通已走投无路，他又找到了巫师，他知道巫师不想帮他，于是便用他偷坟掘墓的事情作为要挟。巫师见他这么可怜，只好妥协。我帮你，但是将来你可不要后悔。我不后悔，
我现在要用最深奥的巫术，引你老婆的灵魂去找害过她的人。这种方法就是人人都以为失传了好久的重过离。第一步，巫师先把周通包成一个大粽子，然后念咒创造出承载灵魂的身体，然后他们去墓地挖出艾琳的尸体，把她带回巫师的住处，和这个载体合二为一。最后，巫师让周通把手放在艾琳的尸体上，嘴里念着神秘的咒语。随着巫师的手掌落下，周通瞬间被击飞，艾琳的灵魂终于有了新的身体，可后遗症很快就显现了出来。我的手怎么会这样？这就是巫术的代价，过2天还会更严重。这时周通已经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顾不上这些。在巫师的引导下，艾琳开始报复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。小混混在家吃炒面，结果下一秒炒面居然变成了面包虫。另一个小混混正在吃新鲜的椰子肉，结果椰子变脑花，吓坏了他的母亲。与此同时，方明正准备和妻子喝几杯，但当他打开酒柜的盖子时，你怎么了？给我倒酒啊！当方明再次打开酒柜时，一切都恢复正常。巫师告诉周通，刚刚只是吓唬一下他们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他让周通用嘴对嘴的方式，把一口阳气送到艾琳的嘴里，这样可以增强他的法力。虽然周通觉得很恶心，但他为了复仇吻了下去。随着法力的增强，巫师施法控制了方明的妻子。一瞬间，女人的眼睛变了，她拿起一旁超大的火柴，趁方明不注意，照着后门狠狠地捅了下去。方明用肘击把妻子打晕，看着他的样子，立刻明白妻子这是中邪。方明迅速打电话给当地著名的道士，道士打开女人的眼皮，立刻摇了摇头。他让保姆拿一个鸡蛋，趁机询问方明：方先生，我已经烧了9道符了，这个邪灵还是不散，他显然是死于非命。恕我唐突问一句，你有没有做过坏事？于是方明就把自己和周通夫妇的事情说了出来，然后道士点燃一张纸，把鸡蛋放在桃木剑上，在女人身上做法，然后让方明打开鸡蛋，蛋液奇怪的变成了黑色。道士说邪灵法术太高强，要找师兄帮忙。与此同时，2个小混混找到了一个神婆帮忙，神婆想请艾琳上身调解，可不知道为什么迟迟没有成功，于是便用碟仙来询问原因。神多鬼避。随后神婆便把屋内所有的神像遮挡了起来，没有神像庇护，艾琳立刻上了神婆的身。我真是你们2个！不是我杀你，我没有，怎么说都没有用的，这是说的意义，是替我报仇的，我儿子会替我报仇的。就在此时，一张灵符恰好贴到了神婆脸上，神婆恢复了理智，她知道自己对付不了艾琳，就赶紧把2个小混混赶走了。当天晚上，2个小混混就遭殃了，一个产生幻觉从屋顶跳下来，另一个身体突然裂开。但艾琳并没有要了他的生命，反而控制着小混混的身体跑到巫师家，然后扑到自己的尸体上。巫师告诉周通，艾琳要借助小混混来生孩子。接下来就是一个奇怪的人鬼结合仪式。仪式结束后，巫师告诉周通，他的儿子出世以后就可以替你报仇了。他怎么还会生儿子的？是的，要用你的血来养育他，用你的灵魂来指挥他。与此同时，道士请来了自己的师兄，一行人正在开坛为方明的妻子驱魔。巫师立刻感觉到了，于是双方开始隔空斗法。道士拿出八卦镜照在女人身上，艾琳的肉身立刻受到伤害。巫师立刻反击，只见他拿出一个风车，道士这边立刻狂风大作，连人都被吹走了。师兄见此咬破手指，画下一张符咒，念出了定风咒，巫师的风车立刻失效。巫师见状，立刻使出绝招火球术，只见一个火球越变越大，向师兄砸来。师兄赶紧举起八卦镜，把火球送回去，差点击中巫师。愤怒的巫师又施法了，这次3个火球飞了过来。虽然师兄这次很吃力，但还是把火球送回来了。这次巫师就没那么幸运了，直接被火球炸成灰。巫师的巫术被打破，方明的妻子也恢复正常，两人高兴地回家了。一旁的周通见状，心凉了一半，可他还记得巫师说过的话：你记住，要用你的血来养育它，用你的灵来指挥它。于是周通把自己的精血输送到艾琳的肚子里，鬼童得到精血迅速长大，而周通因吃血过多而死。当天晚上，方明的妻子在家里和朋友打麻将，他的肚子很快变大，疼痛难忍。他的朋友很快打电话给医生做检查，谁知道医生一把手放在肚子上，女人的肚子就炸开了，鬼童直接扑到医生的脸上，医生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把他撕扯了下来。紧接着，鬼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，居然变成了满身獠牙的章鱼怪。他用触手攻击附近的人，其他人反应过来后都躲了起来。这时方明回来了，立刻被鬼童袭击了，幸好他反应快，拿起斧头砍断了鬼童的触手。
然后方明拿到家里的猎枪，对着鬼童就是一枪，可没想到鬼童居然刀枪不入，方明只好躲到房间内，然而触手直接从门后刺穿了他。就这样，方明领了盒饭。这时现场只剩下医生和一个女人了。看到这个女人要被鬼童吃掉，医生趁机把哑铃放在鬼童的嘴上，然后拿起猎枪一枪爆头。到这里影片结束。本片是邵氏港式降头题材的标志性作品。影片讲述出租车司机周通的妻子遭凌辱惨死，凶手逍遥法外，绝望的他求助巫师，以禁忌邪术种鬼，培育鬼胎复仇。影片以猎奇的巫术设定，直白的血腥惊悚画面，营造出压抑诡谲的氛围，将绝境下的人性扭曲与偏执复仇刻画得入木三分。他抛开温和的叙事，用极端的复仇桥段揭露人性之恶远胜鬼怪的内核。作为80年代港产 cult 片代表，它兼具民俗恐怖质感与时代猎奇特色，成为邵氏恐怖电影中极具辨识度的经典。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